Hello, welcome back to Ping Sunday. I am Emrathik. Today, let's learn the backhand flick technique with Yanan. Amateur players are most interested in this technique, but it is also the most difficult technique to master. Former national player Yanan will teach you how to do the backhand flick technique correctly. The tutorial is translated by Emrathik. 大家好，我是延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平时问的非常多的一项技术，就是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反手拧拉这项技术呢，首先在接发球的轮次呢，我们在拧拉之前，这个脚下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判断对方的发球落点，你的脚下要提前启动，并且在启动的时候呢，就是边启动这个要注意边拉手，拉手一定要充分，因为你只有拉手充分了，你才能够完全的制造摩擦，才能抵消对方发球的旋转。注意跳的这个位置，尽量要离球要相对近一些，和挑不一样，挑是要有距离。拧拉是板离球相对近一些，这样我们才能够制造摩擦。如果发不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相对的把这个做动作的速度要加快，这样的球的过去的速度和质量才会高。如果发现对方发球是转的话，那我们可能会相对拧侧一点。一个呢是能够抵消对方的这个下旋，一个呢是更多的从侧面能够更充分的摩擦，然后保证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然后让它还带有一定的侧旋，为自己后面的还原衔接争取时间，也让对方可能在处理上没有那么好直接进行进攻。然后在自己发球的轮次呢，也是分为两种，一个是直接的拧拉。还有一个就是当对方摆的特别好、特别低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通过拧侧旋，把这个球的旋转给抵消掉，并且我们能够经常在这个很多的视频当中看到所谓的这些霸王拧啊，就是其实它是有充分的侧旋，它才能够把这个球的弧线拧出来。其实不管是在接发球的拧拉，还是在自己发完球以后的拧拉，这个右腿的这下上步一定是要非常关键的，而且是需要非常充分的。你是需要整个人包括重心都完全的骑在台子上面，你才能够充分的制造旋转。所以我觉得拧拉这项技术其实是非常复杂，在我们比如说业余球友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我们使用呢是要靠选择性的，没有必要说把它当成一个常规的这么一项技术。我们有条件的时候可以选择拧拉，包括挑和其他技术，我觉得结合起来是更加贴合我们现在业余球友在这种比赛当中的实战的。Read more about table tennis on my blog, pingsunday.com. Get free ebook and coaching advices.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